这里就是全中国最热的地方，你知道这是哪里吗？后面这座山呢，就是我们在《西游记》当中看到过的火焰山。这里呢，也是中国没有蚊子的地方，也是整个华夏大地最热的地方。你敢相信吗？这里的地表温度啊，夏天能够达到70多度，牛排放在地上呀，一会儿就烫熟了。整座山上啊，大家可以看到寸草不生，就连孙悟空来到这里呢，都会热得受不了。这个地方到底为什么会这么热？今天阿波呢，就来到了新疆，带你一起走进火焰山，去感受一下这里的热浪究竟有多热。我的脸呀，站在这里不一会儿，感觉都快被烤干了。现在就带你走进火焰山，走吧。我们现在呢，已经进入到火焰山的景区里面了，这边到处都写着小心烫手。在很多景区啊，估计看不到这样的场景吧。边上这里呢，有一个高大的温度计，就像孙悟空金箍棒的那个形状一样。这个温度计目前显示的温度呢，是在50多度。你想一想啊，50多度的温度，站在这里人能受得了吗？就刚刚我摸了一下这个护栏啊，都特别的烫手，吹过来的空气啊，吹到鼻子里面都干得不行，眼睛都有点睁不开，就是太热了，让人很烦躁的那种感觉。听说这里的鸡蛋呢，放到沙子里面一会儿就能煮熟。我现在就带你们去看一看沙子煮鸡蛋，然后呢走到火焰山的脚下去，带你感受一下真正的火焰山。大家往这里看，沙子烤鸡蛋，这个鸡蛋呢放在沙子里面大概30分钟左右就能够烤熟了，不用油不用电，就是用热浪呀把它蒸熟的。你看这个温度多高，别的地方去旅游啊有可能是享受，火焰山来旅游简直就是遭罪啊。大哥，你们也是来旅游的是吗？热不热？热。哇，你看大哥热的好像都瘦了啊！好，玩得开心啊！你们太过分了，你看把铁扇公主都摸成啥样了啊！那么对面那里呢，就是牛魔王。牛魔王气的鼻子估计都冒烟了。为什么这里会有牛魔王跟铁扇公主呢？因为这都是来自于西游文化。那么传说火焰山这里很热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，打翻了太上老君的炼丹炉。从此呢，炼丹炉里面的火啊，翻在了这个山顶上，熊熊烈火开始蔓延，导致这里方圆几百里都是寸草不生。那么火焰山的火呢，也得不到控制，从此这边就变得越来越热。那么真实的火焰山真的是这样吗？它为什么会这么热？其实啊，它是有原因的。火焰山呢是在新疆吐鲁番火焰山镇，这里的太阳啊，晚上10点半以后才下山，早上5、6点钟呢又升起来了。全天的日照时间呢有16个小时左右，而且这里一年基本上都不下雨，雨水的降水量呢大概少到可怜的只有16毫米，蒸发量却达到了惊人的3000毫米。而且这里呢又是一个盆地，并且呢它的聚热效果很好，散热效果很差，所以来到这里呢就感觉像进入到了火炉一样啊！话讲到一半，我的嘴巴都干到不行啊！所以来到这里的每一个游客，你会发现都是灰头土脸的。被这边的风一吹，高温一晒啊，人感觉就像霜打的茄子一样，瞬间就没了精神。我相信很多来过火焰山的人都没有像阿波一样登上过火焰山吧？看到没有？这里呢就是火焰山的顶上了。这里呢有很多这样黑色的石头，说实话啊，看起来真的是有点像太上老君的那个炼丹炉下面烧的那个炭，被孙悟空打翻之后，倒在了这个火焰山的山顶之上。特别的香啊！你说这样的山怎么又有土又有石头？咱们翻过这个坡啊，带你们看看火焰山是不是一山还有一山高的这种景色？哇，看见没？哇，太漂亮了！我的妈呀，就是一幅天然的画卷。这边已经没有路了，下面是一个巨大的峡谷。现在呢，我用无人机飞一个火焰山的全景。给你们欣赏一下，这里就是中国最奇葩的一条街道。接着这一边呢属于香港，用港币；接着这一边呢用人民币，属于深圳。这在全世界啊也是独一无二的，被称之为是特区当中的特区。很多人估计啊听都没有听过这样的地方。为什么这条街呢会一街两制？它的名字呢叫做中英街。今天阿波呢就带你一起走进中英街，看看这里面到底有怎样的故事。为什么一边是香港，一边是深圳？我们现在呢已经通关进来了啊！进来这里之前呢，先要办一张临时的通行证。你可以呢在网上预约，也可以啊直接在现场办理。
然后拿上你的身份证，就可以直接刷身份证到达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了。那往下走呢，就是中英街了，带你们去看一看这条奇葩的一街两制。一进来呢，就会看到中英街这里呢有一块界碑，界碑的这一边呢，以前是英国人站岗，代表香港。这一边呢是中国人站岗，代表的是深圳。那么相互之间呢，也不要随便的去逾越。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一街两制这样的情况呢？等会呢，我带你们到中英街里面去走一走啊，你大致就明白了。那么中英街到底为什么叫中英街？它怎么来的呢？中呀，其实指的呢就是中国，英指的就是英国。那么中英街呢是位于深圳市盐田区沙头镇。在1898年的时候啊，英国通过了不平等条约。强迫清政府租借九龙半岛以及呢周边的海域，租期为99年。签订条约之后呢，这个地方呢也被一分为二，这边呢就是华界，这边呢以前就是英界，所以中英街在那个时候啊就开始得名了。那我们现在呢就带着大家到中英街里面去走一走，看看这里面到底有啥。听说这里面有点鱼龙混杂。走到中英街中间的位置呢，也是很多的商铺啊。什么香港大药房、天一药妆，还有很多的美妆店啊，边上还有很多的特产店，就是一脚跨香港，一脚跨深圳啊，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。所以这边的香港人跟这个深圳人，包括很多外地的游客，在这条街上面都非常的多啊，还有卖烟的、卖表的、卖墨镜的啊，又是一家药店。我发现这个药店、美妆店比什么店都多。中英街呢，虽然说不是很长，但是两边全部都是免税店、商铺，有香港人开的，也有深圳这边的人开的。在我身后这里呢，有一棵榕树，它呢是在1889年的时候，那么当时展拓香港戒指专条签订的时候，它就已经有10几年了。那么这棵榕树呢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的根是在深圳，枝叶呢却长到了香港，是不是特别的奇特？既能够给香港人遮风避雨，又能够给深圳人遮风避雨，所以这棵榕树又粗又大，它见证了中英街的历史变迁。从界碑的埋定到我们收回香港行使主权，这棵榕树可以说见证了历史的风云变迁。从这条街进进出出的呢，基本上全部都是香港人。你看这边写了，只限香港居民出入。我们走到前面那个位置啊，就不能再往前走了，因为旁边就是香港。我带你们去看一看，你看，香港的山上面写了不准进入，挂了一朵紫荆花。到这个地方应该就不能再往前走了啊！但是大家来看一看，香港的车牌，那边是香港居民，从这里进进出出。那边也写了中英街检查站，就跟那种老香港电影当中看到的差不多啊。里面的环境跟我们外面基本上是差不多的，因为这里以前是同属一片土地，所以不管是气候、湿度、温度，全部都是一模一样。在这个围墙的后面呢，就是香港了。带你们来看一看，透过这个玻璃窗户，对面的墙上呢写了2个字“警告”，而且边上还写了“所有人士须知，如常有下列任何物品，将作违反香港法律论”。而且边上呢还有英文。这里面啊，就是香港居民的房子了。背后呢就是他们当地人生活的小区，然后那里还有香港的电话号码。那么这栋楼，你看上面的空调、窗户呢，都是比较老式的那种装修样式。这个地方其实离香港的中环呢还是很远的距离的啊，应该是属于香港比较偏农村的地方。从中英街的开始呢，走到结尾啊，大概也就200-300米左右。但是这里呢，醒目的建了一个亭子，叫做警示亭。下面呢挂了一口大钟，写了中英街警示钟。很多人呢都觉得现在叫中英街可能不太合适，为什么不改成中国街，或者是深圳街，或者是广东街？其实呢，中英街呢是中国近代遭受西方列强殖民侵略的历史的见证，它记录了中国人民在近代历史中遭受的屈辱，也见证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不懈的精神。所以历史需要铭记，警钟需要长鸣。所以在中英街结尾的这个地方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后面这里围墙的另外一边就是香港，而我现在所在的这里就是深圳，一墙之隔，用2种制度去管理。你们说一说，这样的历史是不是应该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时刻铭记？你可以选择划走，但请为杨靖宇将军
送出3朵小红花吧。他就是我们中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靖宇，就连毫无血性的日本人对他佩服的都五体投地。他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值得学习敬佩的英雄。如果你还没有听过他的故事，请您给自己几分钟时间，我只希望大家不要忘记他。杨靖宇牺牲后，日军抛开了他的腹部，眼前的景象让日军感到万分震惊。他的胃里没有一粒粮食，只有难以消化的枯草、树皮和棉絮。1940年2月23日，杨靖宇被叛徒出卖，在零下20多度的冰天雪地里，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，他孤身一人在极度严寒中忍着饥饿对抗大量日寇。啃不动树皮，他就只能将棉衣里的棉花夹着冰雪吞下充饥。在这样极其艰苦的条件下，他坚持与敌人战斗了5天5夜，直至战斗到最后一刻。哪怕他的身体被冻得浑身颤抖，但他依旧做着战斗准备。最终因体力不支，被日军团团包围。当日军提出条件，只要你投降，一定给你最好的条件。但是杨靖宇却用虚弱而又坚定的语气说道：如果中国人都投降了，那还有中国吗？区区日本4岛，断无亡我中华之力。我虽华夏一匹夫，然以堂堂7尺须眉，抗日救国之信仰坚如磐石。今日得以血溅山河，我足矣。随着一声枪响，杨靖宇将军壮烈牺牲，时年35岁。日军不敢相信一个人在没有任何补给的情况下，竟然能够支撑5天5夜。于是他们有了一个丧心病狂的想法，抛开了他的肚子，割下了他的头颅。当看到他的胃里一粒粮食也没有，只有草根和棉絮时，顿时默然无语。在场的敌人也被震惊得目瞪口呆，难以想象，在冰天雪地的长白山密林中，在零下20几度的严寒中，到底是什么样的信念在支撑着他？我想那一定是抗日救国的信念。杨靖宇将军牺牲以后，日军为了杀一儆百，把杨靖宇的头颅挂起来游街示众后泡在了福尔马林当中。或许一切都是天意，直到1948年，杨靖宇将军的头颅在长春医学院的器材堆里被发现，他的遗骸最终才完成安葬。杨靖宇原名叫马尚德，是河南人。杨靖宇这个名字只是他在抗战时期使用的众多名字当中的其中一个。他不仅是河南人民的骄傲，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英雄。在国家陷入最黑暗的时刻，他用生命点燃了希望的火种，用鲜血唤醒了同胞，用不屈的精神铸就了民族的尊严。此刻，让我们向这位人民英雄致以最崇高的敬意。他的信念就像是坚不可摧的磐石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。让我们牢记今天的幸福，因为是他们这些英雄的先辈们用生命和鲜血在为我们铺路搭桥。